所以啊，印度要是把布拉莫斯推销给一些中小国家装装门面还可以，要想让中国海军的破防，那就是一厢情愿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啊，我们说的是印度确定向菲律宾出口布拉莫斯导弹，看似先进其实落后，对解放军构不成什么威胁。印度斯坦时报2022年1月1号元旦呢报道说，印度和菲律宾之间已经基本敲定了关于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合同，印度将向菲律宾提供1个单元的陆基导弹武器系统这个事儿被印度报章吹捧为国防工业的一个重大成就。布拉莫斯巡航导弹虽然被印度描述为完全自行研制的产品，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俄罗斯的 P800 红宝石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衍生品，基本设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80年代。在布拉莫斯导弹项目启动的时候印度海军的反舰导弹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程度，没有自行研制的能力，从西方进口捕鲸叉或者是飞鱼导弹价格又实在是太昂贵了，印度接受不了。而且印度不是第一次和西方展开防务技术合作，虽然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是几乎没有一次可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能力。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法国这些西方国家转让技术的时候喜欢留一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印度自己的基础工业薄弱，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是非常的低下。但这个布拉莫斯就是个特例项目启动之初，俄罗斯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下，同意了印度提出的很多技术转让的要求。而且作为一种80年代水平的导弹，俄罗斯也没有必要再藏私。红宝石导弹的技术的要求比较低，适合印度国防工业的消化吸收。虽然以先进国家的眼光来看，布拉莫斯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毕竟印度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把它制造出来，并且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所以印度不但要把布拉莫斯作为一种三军通用的对海对陆攻击导弹，还积极的向国际社会推销。印度专门为这个型号成立了一个布拉莫斯公司，我们在相当多的国际军贸展会上都能看得到。布拉莫斯公司设置了面积很大的展台，认认真真的向往来的客户推销这种笨重而又落后的产品。布拉莫斯公司吹嘘说自己的导弹无人能拦截，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布拉莫斯的最大飞行速度只有3倍的音速，这个参数指标是太稀松平常了。中国有没有能力拦截住红宝石或者是布拉莫斯导弹呢？当然是可以做到的，否则我们大量制造 052D、055驱逐舰是为什么呢？布拉莫斯虽然能达到3倍音速的飞行速度，但是机动能力非常差，只要用相阵雷达把它抓住，就可以准确的预测它的后续弹道，精确拦截。另外，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装备了海红旗10导弹和全新的113速射炮，后者的最大射速可以超过每分钟1万发，设计的目的就是拦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所以印度要是把布拉莫斯推销给一些中小国家装门面还可以，要想让中国海军的破防，那就是一厢情愿的。菲律宾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并不是用战舰来发射的，因为菲律宾没有这样大型的海上发射平台可以承受得住布拉莫斯的重量和发射时的后坐力，更没有合适的飞机来携带如此沉重的导弹。菲律宾向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是一种陆地机动型号，也就是用卡车拖着4枚导弹发射筒在岸上向对方发起攻击。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比较适合菲律宾国情的装备形式。但是反舰导弹并不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武器，要想让它充分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解决目标发现和识别的问题。印度没有能力研制远程的海岸预警雷达，所以菲律宾的布拉莫斯导弹要想对中国的南海舰队形成威胁，恐怕是一件难度挺大的事情。好，这期话题就分析到这里。